保佑盛典一切顺利，平息海妖之怒。平息海妖之怒。上一集，望潮屿的岛民为平息海妖之怒举行祭祀仪式，却久久未等到真岛主的到临。哎，对啊，真岛主怎么还不来啊？随后，岛民们决定于意外穿越而来的大梦想寻找真岛主，却在真府卧室里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死者心脏被挖，胸口处有大滩血迹，房间内无血迹。现场搜证后，初步判断为剖心致死。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同为望潮屿岛民的何书生、欧珠娘、新巫女、刘船长、李厨郎当中。小满每天教我们赛恩斯。小满为何会有超出岛民认知的思想？他又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凶手与真岛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9点半挖完心，走隧道，放完心，再隧道回去，然后就马上赶回去点灯。大家没有可能有时间去到那里。他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作案的呢？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颗心其实是不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凶手做的一个障眼法，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时间线不在场证明。因为我们现在盘起来是没有，大家没有可能有时间去到那里。对，没有时间。然后呢，因为在9点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线的，每个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他有可能要更早一点就把那个心放在那，也就是说这个计划他之前就有了。对，那如果是那个人跟小满联合作案，是有可能的吗？里应外合啊？你是说？行的，那我们还有一些疑惑，我们现在马上进行的是第2道搜证，来走。走吧，走吧，走吧，我们跟着侦探来。哦，侦探刚才休一会儿，你怎么现在这么帅呀？入乡随俗了，随便找咱们这个寨子里的一个人的衣服就穿上了。你也是海鲜，你是个8爪小章鱼，八爪鱼水母，是个水母。哎呦，哎，第一回来。都体验一半，搜身行动，搜一下吧。这这么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个节目这么第一次来的都要被这样啊？第一次来被这样，什么玩意儿？每次都是这样的，搜身。对呀，这块那个肉。嘟嘟嘟的。然后行，咱们现在开始分组去那个搜证了。好，心理，你们俩是一组。把这感情再促进一下啊，看能不能升温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河沟，二位来分组，来，我跟大刘聊喽，溜达，大刘，走吧，走。看一看，来吧。哎，信。哎，安哥，这儿，我可以，可以了。这条哎，上方宝剑什么都没有，空的呀。啊？没东西，还有掉地下了？没有啊。啊？
你看我就是从这儿这么着直接拿起来的，空的呀。这东西能放什么？就是个卷轴啊。这一对像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吗？这儿呢，看见了，可以。这啥？日记本。哎呦，农历1000年4月5号，3天前，我撞见了有人偷潜进我的书房，并打开了暗格。啊哈！我当即遣人一路追杀。甄家的兄弟见此人就斩杀。哎，这不是小满吗？哇！为什么要斩杀他？小满，那应该是小蛮吧？偷走了，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吧。那上面没有钥匙，抹布都这么漂亮，还有袖套、手套，有吗？知道吗？哎，哇，这手套里啊，手套你看这有个心，啊，真的耶！还蛮甜的呢，这个。对呀，好甜啊，暗搓搓的。对，给他看一心下啊，你看他的手套上还绣了心。哇！哎呦，然后这个心里面有一个钥匙，打开你的心。对，好吧，看是什么东西。信，还有一个信物吗？这不是心吗？就是他，哦，哇，这么多啊！哎呦呦呦，哎呦，花瓣还有花瓣。自从在东市井里就见到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999年11月4日，他是在井里面捡到的，他捡到了这个井里。啊，在这儿，在这儿，看看，看看里面是啥？哎呦，泻不停。哇！服用1刻钟后立刻拉肚子。用过，应该是用过的。少了是吗？对。二位，你们快看，对象，一对象，哇，搞对象，哇，搞对象，谢谢你的祝福。来，耶！哎，好嘞。走，去欧那儿看看。哎，美不美？太美了！你是说镜子是吧？我是说你，你是说镜子吧？我找到一把钥匙。这个东西，这儿，对，好厉害，我们俩加薪了要。没事，大家多磕一下就行了，不用加薪。加薪。真凶因海珠露驻颜效果甚佳，宫中贵人甚是喜欢。哇，他果然因为这个在卖，在进贡，进贡给宫中的贵人。他杀机也很大，他知道他用他们的生命在换取自己的富贵，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会弄死他。
走，我们去看看那俩屋那绳索路线。他俩还在这儿拆那个药包呢。药包里面有没有东西啊？没有，没有。哇，这种包拆的好累哦。对。哇，挨包找。嘉哥，快离开！你看不得这个，快走！我家就被你们翻得如此之乱。可能是这个，可能是这个。不是啊，不是吗？啊？没有啊，我的天哪！没有哎。他俩还在这儿拆那个药包呢。对啊。不是，你就告诉我你们这藏了什么呗？没有。没有。我都藏在另外的地方了。他藏在另外的地方了。能不能连接上啊？对，这样如果打开的话，它是那个印儿是在哪儿？那个绳子印儿在这儿，这儿这儿跟这儿，看。但比如它如果从这儿，它这样滑过去，对，这个特别不合理，就是2点一线，你得造2点啊。底下是沙子啊，如果说你想固定一根绳跟另外一根绳，你理应还是要走过去。对，固定的过程当中，怎么能不留脚印的挂在这上面呢？那会那种钩子吗？这儿钩不接着吧？就是那种，也有可能。咱们来看看那个心脏，咱再看看。再看看啊，再看看，再看看。哦，这有一个尖儿。那就是刺杀的，是不是？他的致命伤是他被扎到心脏致死了之后，然后再挖到他的心。哦，是不是？咱们再看一遍。举着这个和你这我是罪犯呐，我不能看这个是，看这个是，还要举着，指认了，罪证出来，那也没事儿啊，高光时刻啊，谢谢。我们先去那个集中讨论吧。咱就开始呗，先从心里话说一说。来，二位心里说说心里话，来。我们先去了何书生的房间，点开第一张照片，我们搜到，你看，哎，这不就是那个垂死那树苗那是？对，就是我算命给他的那个符号，就是这个符号。然后旁边有字儿，我就知道原来是真岛主转移了我的气运。你还有一个什么泻不停啊？对，它有一个泻不停的这个药，溶于水后，无色无味，服用1刻钟之后，立刻拉不停，泻不停。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我们看一下，你看，用的差不多了。感觉是没少给别人那个啊。这是为什么？经过去年的惨痛的教训之后，今年4月份，我决定提前2个月就出发去京城赶考。但是去之前呢，因为从1月份开始我就太倒霉了，所以为了想知道这一次的出发是不是会顺利，我就去找了我们岛上非常有名、非常漂亮的新巫女。然后就想问问我这一行会怎么样，结果就测出这样一个图，明白？他就跟我说你此行真是凶多吉少。信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后来突然想到，就上一次出发去赶考的时候，真来找过我说他得了重病，问能不能
摸一下我的玉，沾沾福气。我说可以呀，我说这个没关系，我就摘下来给他，他就给他把玩了一下，后来他就还给我了。然后我想了半天，我说只有他碰过我这个，是不是他的问题呀？所以我突然就发现啊，我这个鱼不是真的啊，掉包了。哦，于是我就准备了一包这样的药去找了他。我是在4月7号的那天，我给了他一个理由，我说我想把这个叔叔给他扩大，然后扩建学校嘛。然后我就约了他，然后约他的时候呢，我就假装把桌上的这个茶几上的东西打掉了一个。他去弯腰去捡的时候，我就在他杯子里倒了这个药。但是你给他下药是什么时候？有具体1天前具体什么时候吗？上午。然后他喝完之后呢，他果然他就开始拉肚子，他就走了。我就开始在他屋里翻，就翻到了下面这个。这才是你原来的那块。对，其实这个呢，看起来跟我现在戴的这个很像，对不对？啊，就是红色不够饱满。不只是红色不够饱满，基本上它是从正面看这条鱼，它也是一颗但事实上从上面看，你能看到它的尾巴彩色啊，不只是在前面有，它是4周都有。我就知道他不但是偷走了我的玉，而且他不想让我有气运，他还给它砸碎丢掉了，只是他不小心漏了这么一块。哦，所以我最重要的东西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我现在越来越倒霉的原因，其实是他在捣鬼。所以最后你就没有成岛主嘛，他就成岛主了嘛，那就是大杀鸡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恨你啊？你当时想了？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就需要这个玉，或者需要毁掉这个玉。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恨，所以呢，我就想说，我现在开始想办法，我要杀掉他。但是我没有在当天，就是他拉肚子啊什么，趁他虚就直接给他干掉，因为我是要去考取功名，回来要当岛主的人，所以我想一个非常好的主意。然后呢，我就想了1天。现在也没想出来，太好了哦，还没有想出来，等于你还没有来得及下手，人就已经被干掉了。对，杀人动机还是有。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能够考取功名。原来的那岛主说了，你必须考取功名才能够接班做岛主。现在他已经走了，你不需要再考了。不一定啊，我如果没有考取功名，我还不是我的岛主，因为人家岛主前任岛主说的是我考取功名才给我，我是个诚信的人，不能因为这个人走了，我都没有考取功名，我凭什么当岛主？人喜欢学习，棒！万一我们岛民都举荐你呢？那就听大家的意思。对啊。而且我还要做刘船长的船。而且我这次会给你100两。哎呀，真是个好人，排除了。那你先把他那50还了呗。你不是讲诚信的人吗？然后我们到了刘船长这里啊，就是2个画像。我搜到了一个东西，累死我了。这个照片是一个人，然后有2个动作，就非常像我当时透过窗户珊瑚屋看到的小满。连着这个讣告：不重要的猛火号出海，不幸遭遇海怪袭击，无人生还。果然，我要。我在3月26号的时候，我那天出海真的见到了那个海怪，然后拿那个叉子，他非常英勇的去插那个海怪，然后我们船就遇见了暴风雨，我们就被迫就返航。这次我的船受损了，导致结果是我修完我的船，我发现没有钱给真岛主上我这趟的供。4月5号的时候打了欠条，然后与此同时那天呢，有一个就是这个猛虎号的船员，他其实也
是被并为甄家船队的一个船老大，他就跟甄岛主在吵架，说我不干了，你这太克扣了，我干不了了。然后呢，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在门口就听到甄岛主向他的那个心腹交代说，好好盯着他，及时给我汇报明天他的航线。既然他不愿意及时上钩，那我就让他永远都不要回来。4月7号的时候，我就去找甄岛主，也想跟甄岛主商量，说我这钱是不是就可以不给？可以，是不是宽限2天的时候，看甄岛主在那儿，就是这样一边拍手，然后一边在那默默的在那念叨，就这么。说什么？你既然这样不给我钱是吧？那我就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啊！哇哇哇，就感觉像做法。然后紧接着呢，猛虎号就真的在那次出海的时候就遇袭了，无人生还。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说，原来甄岛主他不是能让我们避开海怪，他是能操纵海怪啊。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当年那趟。船上遇到海怪，导致我6个兄弟全部牺牲，可能是甄岛主干的。那我就会觉得是我们岛上所有的船全部被甄家给合并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给甄家上这么贵的贡，包括所有不听他的话的人也都会被他这样操纵海怪一样，全部就袭击遇难了。这么狠的？对，就欠钱就得死。因为还不是海怪，它是非常可爱的、温顺的鲸鱼。对吗？他就算可以呼唤鲸鱼，他也没有办法操控鲸鱼去杀人害人。他没有在操纵海怪，他其实要么是根据洋流的流向，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在航线上做一些文章，要么航线，要么船上动手脚。所以说我后边写那个果然就是意思就是果然是这个人干的，我要弄死他报仇啊。然后我们就去了欧的房间，就在箱子里搜到了一张。真凶因海珠露驻颜效果甚佳，宫中贵人甚是喜欢。吾已听闻贵人拟于下月亲招你上芒金受赏，唯望真凶苟富贵勿相忘。宫内的好友写给甄岛主的一封信，放在了朱女的房间。4月8号，我是白天去送这个30瓶海珠露，他让我等他嘛。后来我就逛到了他的书房，等他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他不是桌上有一堆不重要的信件吗？就露出了这封信，我就看到了这封信，他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收集那么多的海珠露了，卖钱的带货。对，海珠露其实他是进贡给宫里了。对，对，我就发现你拿谋取私利，完了还送给宫中的贵人，啊，弄得我好生气。你原来拿我们的命就这么玩啊！你是今天上午去的，上午去的，白天去的。然后何是昨天的上午去的。昨天对，4月7号去的。那刘，你去过他的房间吗？你什么时候看他在哪？我就在门口。你没有进去。我到门口本来是想跟他商量说，我钱能不能晚点给，但你看他那个，咔拍手了。我们搜的就是这3个房间，谢谢。好的，谢谢。然后那下面肯定是我们河沟啊，来，好来，我们先说欣欣的房间，好不好？你说好。好，我们要开课喽，有糖有甜哇。卸任书，杀鸡呈现。杀鸡呈现。望朝与巫女之职，素由新家女子承袭。今海妖作乱，新家护岛不利在先。复又违礼惑众，于珊瑚屋私设学堂，授女子学识，失职背礼，2罪并立。庆典结束后，即行革除新家巫女一职，收回其全责，望自省得失，谨守本分。 4月5号给的你的，把你给革职了。对。
这个事情的由来是什么呢？我不是跟他说，岛主，那个海鲜它真的不杀人，他不是给我回了一个吗？我也知道了，对，然后你放心吧，我来处理，我就开始回来等嘛，结果等来了一个信任书，他就是说你别干这事儿了，他根本就不灵了。对，他根本没有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他不是说不灵，说他最近的乱都是因为他护岛不力。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就很惊讶嘛，我说为什么？你没算到这一步吗？自己没有算到自个儿有这一步。您听到现在还认为我有超能力吗？可是你给他算的很准啊。那不是我算，那是他自己抽的签。对，抽出来你给解释的啊。对，其实它就是一本答案之书加天气谚语。可以，那也算始祖，那也值得。有一种心理指引，对吧？对。但是你4月5号看到你被革职完之后，你没有再去找过真岛主吗？对呀，你看你打了3个感叹号。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很震惊，所以我一门心思的就想找到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失踪了，为什么他会怪到你头上？对，他会觉得我的能力不行了，然后我就一定要在这个祭祀仪式，对祭祀的时候，我要找到答案，这个只是我的心理活动。我这个后面唯一的一个行动线是4月7号，他给我送来了一盒糕点，但我心情实在不佳，我就没有吃。你也没有找他，这样感觉就嫌疑大了啊！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去到了真的房间。对，而且他如果去到真的房间，他会发现另外一个杀机。我们请欧侦探跟我们讲讲李厨郎的房间。好。李厨郎的这里就发现了一个他的这个小象，还有一些花瓣。自从在东市井里捡到你，就像那春风吹进我心里。这个就是真的是天注定的缘分。11月2号在他家，我倒在那浆果丛中，然后他抱着我嘛。我4号的时候，正好是我生日的当天，我在东市送货。哎，我突然看到那水井里就冒那个桃花瓣啊，花瓣贼漂亮，然后花瓣突然就呈现出心上人的小象。我的天哪，这不是我心仪的对象吗？他怎么从这个桃花拖着这个井？哎，他为什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这应该是海水倒灌吗？不对，你在哪里捡到的？东市啊，东市的井里。我是在西市祷告，为大家祷告。你在西市，然后我看到我的小象掉到了井里。西市的井里，对，我没有在东市放这个东西哦。那就是这个井有问题，也就是说那个井是不是可以把物体瞬移？它是一个吊脚，这个岛没有那么简单，东西可以转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他的心有可能是谁能够通过这个对角去放这个东西，而且还要确定放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可以进去，还是只能单纯放物品。对，也挺重要的。哎，对，哎呀，物品也是人，因为就算真的心能够瞬移的话，它也不能出现在那个盒子里。对，哇哦，哇！福尔摩斯晚生500年就为了避他们锋芒，太厉害了你们。Cool。这还有一个这个芒津大酒楼今天写的，他说白玉膏之道贵在纯粹，近日方悟我之纯粹，当守护眼前之人与事。突然磕到了啊！昔日以为奔赴远方即是前程，今日方知守着眼前真实之人与事亦是前程。梦想虽重，不及心安。他日若有机缘，定当携我特制的糕点上京叩谢。
他现在意识到守着你就是他的前程。对，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心思，那我就不干就不干了呗，我就跟你走，我不知道。因为你当时拒绝了我呀。对呀，因为当时我是有意跟你说。不要被感情冲昏头，这不符合你角色。对。但是你为什么在4月8号突然回信拒绝？你听，他发现了一个很吓人的东西。这是一个小厮写给真岛主的信。他说：“我奉命彻查红色海螺一事，今已核实此物为新巫女私人物品。”岛主就批复了。新巫女竟然与那人有勾结，留不得。我要在本月海妖供奉仪式庆典上杀了新巫女。哦。他因为知道你有生命危险，所以他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他要天天守着你，对，他保护你的安全。因为我就是看到了这封信，但是我又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当时我是4月7号白天，因为甄府订了白玉糕，我去送这个白玉糕，我又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摆糕的时候，突然打翻了一叠信。这个信里面突然露出了新巫女3个字，就这么巧这么巧！我一看，我说与我心爱的人相关。我一打开这封信，写的就是说要在供奉仪式上杀他。我当时呢，我又不敢马上检举这件事儿，因为毕竟真岛主的势力太强了。对。那我就暗中观察，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告诉新，因为我觉得他身边有人有眼线，或者是暗中观察他。我如果告诉他了，也许那个人就提早下手了。对，因此我采取的措施就是暗中观察，默默守护。哇！这位老夫靠得住，对不对？对，所以找了一个拉个不停粉。对，所以这就是4月7号我给欣欣的那盒白玉糕里面是撒满了这个拉不停粉的，我就没有吃，撒满了，太吓人了。哎呀，这么实在吗？因为我想他吃了我的拉不停的这个糕，然后一直在家拉个不停，他就不会出现在现场，因此也没有办法干掉新巫女，这就是我守护她的方法。明白了。但是你如果在这样情况下，你在4月8号当天发现心没有吃，而且心来了，对，你会不会很急迫的有什么？他已经来不及了呀！他在10点10分发现心到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让心不去只是缓兵之计，但是万全之计还是杀掉真。对，要把事儿做干净。所以看到刚才那封信关于前程说，我有一点磕到。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现在愿称你们为前程 CP。前程 CP。前程。但是各位，你没有想过，我从小就是洁癖的个性。就算我要杀真岛主，我不可能挖出心脏这么肮脏。就是这个仪式感这个事儿。对，所以我不允许他的脏血脏了我的手。所以想问一下，他的那个凶器到底是什么？没有找到。吹镖吗？会是一根针的。我觉得起码得是一把刀，不然你就算杀了他完之后，你拿什么给他弄开？你也得有把刀给他刨开。那眼儿，那眼儿也太小了，那么点眼儿怎么能是刀啊？那个眼儿是 OK 的，因为那个刀只是刀尖儿嘛，刀尖儿戳到。不是，那他必须得是那种让针一点都叫不出来的那个东西，所以一定要很精准的。那就是这个人有很强的这个手艺，他必须一刀毙命。好，来，哇，还有这么一段，震撼了吗？
真的很，就是你知道有人在后面这么默默保护你，还是真的挺有安全感的。本来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开心，因为真导组就怀疑我的能力，我真的很难过。但是突然发现，就算别人怀疑又怎么样？对，身后有一帮人支持你。是的，最重要的人支持你，这才是重要的。够了，够了，够了。走吧，我们去那个你那个叫什么大酒楼工作吧。我先喝口。所以，来，我们先看2个信件，有2封信啊，转至真岛主收。农历1000年4月8号，今天呢9点到10点的宵禁期间，没有见任何人外出，然后特此禀报，而且他这个是每晚值守海上灯塔的假手一下，因为看远处有一个人就这么对，就是他不会有疏漏，他不是说巡逻到这儿，你那边走了他不知道，对，他是从远方看的，一个上帝视角，监视器，等于说把那个门口去的人那封得更死实了，就是没看见门口进人。对。然后这边也是更进不去了。7点到22点期间，护卫小队全程值守岛主府高墙外围，未见可疑情况。就是岛主他们家有那个保卫，就是说明他就是封得特严实。所以那个人就是从另外一个地儿通过那个井到这个地儿。这待会儿要解开这个井是它的对应关系，因为它得出现在别的一个地方。就哪个对哪个。进到真家了之后呢，2个窗户之间拉条线，一个索道滑了进去，这件事情不用。那个是这样的，他就是跳过去就行。就是这么距离，他就是能迈过去。所以说他那个上边那个一道一道的，可能是我在远处拿什么东西擦擦擦，嘚儿给你捅开了，捅开完之后，我这不咔嚓就迈过去了。对，然后出去的时候你看。你记不记得，真的这个卧室的那个窗子，它的所有的划痕都是这样的，在外面对对对，它就是因为它要从这个角度去把它关那个窗子，所以它戳，它从外戳把它关上嘛。对，它就是有点像这样，这个窗户不是我这么打开，我迈出去完这个窗户，因为它不会自动关嘛，我就在那个书房的位置拿个小棍儿，这不擦。对对对，给它。所以它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外面一直有人巡逻，还是怎么样的？对，然后包括地上的脚印。它是为了地上脚印不要落下，你不能落下脚印。它是这样的，它从井那儿爬到书房，然后从书房把窗子打开。然后勾开卧室的窗，把书房的窗捅上，然后呢跳过去躲在他的柜子里了。然后等他进来的时候，他从卧室柜子里杀掉针，挖掉心，然后呢打开他卧室的窗，然后从他的窗跳到对面书房的窗，就是把那边勾开然后呢跳过去把这边捅上。对。然后他再从书房的窗跳回到那个井里面，就不会留下任何的脚印。完成这一系列，手里还得拿着那颗心。接着就是真书房了吧？真书房，我们发现了一个暗格，但是发现出来之后，它居然是个空的，什么都没有。对，nothing。那里面是什么？它里边应该是一幅画，我们通过后续的证据可知。999年4月份，我从波斯商人口中得知，望朝于岛主府祠堂内供奉有一奇画，这个特别神，说有个奇画，就被偷走的那个，刚才打开没有那东西，然后这个就是图内玄机藏在一块宝玉之中，这是你那个宝玉就是你那块宝玉跟那个图就是合在一起，应该是能变成一个秘密。懂了。然后咱们接着就是说，他调包了，那个，我调包了祠堂里的真画。画在祠堂啊，不就是这幅画吗？不是这幅画，因为祠堂里那画已经被拿走了，奇画已经被拿走了。这幅是他掉进去的假画。望朝雨之宝是什么呀？我来看看。海鲜登岛图，
它调包进去的就这张，有可能，对吧？好，所以那个盒子里面是空的，对吧？啊，没错吧？对，小满拿走了知真话，小满拿走了。对，往后看可以。之后我用了波斯镜，就是放大镜，然后果然发现了宝玉上的信息。何先生就说您一点不知道您那个玉有这个作用，当然一点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就他把那个画拿走了，放了一幅假画进去，把你的玉也拿走了，玉呢也拿走了，假玉给你，然后拿俩真的想合一下。对，往后看可以啊。芒历1000年就是1月10号，上个月欧厨娘找到我说这个你那个东西有奇效。我去跟真岛主说，我研制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给大家使用。然后我就把那把那芒运到了芒京，不听，这个然后结果发现大受欢迎，为了让欧厨娘和那群猪女低价为我制造，然后我决定定期举办海妖供奉仪式，做10海妖传说。他可能在背后操控这个东西吧。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了海妖之后，我们供奉了海妖之后，哎，就平息了，人员也不丢了，船只也不丢了。他说：“你看，为了让欧厨娘和那群采珠女低价为我制造海珠露，就是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不听，钱都不给，给了一点，就是基本的生活费。”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说4月5号就有人打开了暗格拿走了那幅奇画，然后拿走完之后拿海螺一吹，然后就海妖就来了，然后结果搏斗过程当中那人与海妖一起消失不见。之后因为真画被拿走了，他担心如果那个宝玉也被偷走的话，那这个秘密就被别人发现了，于是他就把宝玉给毁掉了。哎，那个秘密的一半毁掉了，但是说那个秘密是能够把它整个的给推翻吗？是什么意思？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是奇画跟那个放大镜看那个宝玉的话，他应该我觉得是有可能是知道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而不是说一定要拿两个东西一直在用才可以。然后对他在抓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那人跑的过程中还落了一块铁在书房里边，研究了许久不得其法。他铁盒子嘛，应该就是手机。哎，小满上课的时候也拿了一个这样的东西，跟大家拍过照。对啊，是的嘛，那个黑色石头。是的，黑砖。哦，就是他没有跟你说这叫手机，就是让我们冲着他一直说茄子啊什么。对。但是他后来走了，起码证明他就是小满吧？那就是小满。对。小满与海妖一起消失不见。哎，那你们在他书房里找到手机了吗？没找着，就是想找这手机，就说这块铁。如果铁盒子找着了，就会有线索。那肯定啊。而且小满还可以跟这个海妖有联系。没有，因为我不是给他那个红色的海螺嘛。然后小厮又说，我们查到那红色的海螺，对，那个海螺估计是小满遗落在海边了，被他拿到之后一查是你的私人物品，他才知道原来你跟那小满还有关系，所以才要杀你。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地图还原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对应关系？我们现在已知的东西式的两口井肯定是可以互相就是移的，就东西能移。对，这个是西式的井口，对，它掉到了这个位置。对，对，我在那儿捡到了。对。我们得看清楚这些线是什么意思。对呀，思考一下。那跟他这个图里面的山和树有没有关系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山是不是对应的这个山，这个树对着树。这样子的对着树呢，
但是我刚才对了，它也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这样，对，嗯。还是把这所有东西连在一起是一什么东西？连在一起。连，还真是，把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就出现个破烂儿，什么都没有，就是从西式到东式和这些线，它是到底是什么逻辑关系？反过来看。镜像关系，可以镜像啊，不是就这么一叠不就镜像了吗？觉得是，但他俩镜像上的同时，别的地儿是没有办法镜像上的呀。不是，你就按这个缝儿吧，这个线只要折一折，发现它俩能镜像，可能所有都镜像上了。就是你按这个线，它有这么多线。我觉得这些线里面一定有个中轴线。这个太……我找到中轴线了啊！这条是中轴线，就中间这个。哎呦嘿，我试试。你看，他们俩是完全对称的。你看，我把它折起来，透着光看，完全对应了。对，东西是很好对的。东西的话，那你就拿这条线对吗？对，对啊，这样东西很好对。但是你看，东西是对上，但是剩下这些景就都对不上了呀。别的对不上啊。不是。就是说，每一个它有不同的中轴线。哦，明白了，对，这个好，就是它每回都可以一直变，下一个。它是对，你要找到它跟它有可能的中轴线。对，然后要找到那个，对，找到这个对应的。那它怎么对呢？我们现在看是这条线到。这个，你看这个完全一样哎，这个对应这个，这个对应这个，对，这个对应这个，它可以对应这个，对它这个是完全平，然后它可以对应这个，对，最左边那条小线可以让终点到真岛主家，它没有任何多余的线可以到别的地儿。对。这条线，对，这根线可以对这个，可以，好，对，对，这根线肯定是对的，对吧？对，行了，是这样。我们画了一个地铁图，真的好地铁哦。其实最主要的线索就是东西是，就因为这个我们发现了它在这个岛上它有很多的中轴对称。对，你们两个在东市西市互相看到那个东西有具体时间的东西吗？你几点放的？你几点看到的？因为他是11月4号捡到的，你是几号掉的呢？我也是11月4号。肯定是同一天。如果瞬移的话，就不存在时间的问题了，都顺了。还是说这是个跳棋呢？就隔一个跳一个。就是跳棋。对，这个呢可以通过这条线跳到这儿，而这条线可以跳到这儿。
啊，就像跳棋那样。真的是跳棋吗？就如果说这个岛有这样的神奇特点的话，那就一定它就可以瞬间，就是瞬间到这里去把心脏放上去。对。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终点往挥就好了。对呀。他从甄家的井可以跳到西市，对，从西市可以跳到东市，从东市可以跳到刘传家。哦，对，哦，竖着这样跳，对，就完成了。对，那就是刘嘛。但是不生气，还有别的可以跳。不生气，肯定不止你一个人能跳，别急，肯定不会只有你自己。我把没用的线索给它划掉，然后就会更清晰。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我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拉一条线，然后我在中间画一个这个，就代表它是通过这条线，中轴，通过这条线来中轴的。啊，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跳的途径。真厉害！哇，真厉害！那要是这样的话，李只能跳心，然后心就跳不到真了，所以就结束了。现在只剩一条线了。哎呀，我找一条线，来。何老师，你进来了啊？你进来了。你从这儿不是你家吗？你到这儿，这儿通过这条线到这儿，从这儿跳到这个。那我就入圈了。OK。啊，何老师回来了。好，何老师都有。我拿那玩意儿再叠一叠，我看看我能去哪儿。心是能通过那个井盖跳到上边，这个它可以跳到这儿。对，心是可以跳到上面这条井盖，因为这个它可以跳到这儿。但跳到这儿的话，这儿不算甄家吧？不是，它不算甄家，但是它可以从这儿跳到这儿，然后从这儿可以跳到哪儿？这儿，这怎么这都这儿上这儿不行吧？这不行，这哪是直线？这儿从这儿可以跳到这儿，算吗？完我就回来了。对，这样 OK 了。他就去了呀。对呀。好，我也回来了。就是步数多一点。可以。心进来了。能折。行，再把那个 O 整回来，快！这 CP 生怕落了谁呀？真是不能落了呀！要使一起使。这是跳到。我找 O 怎么过？他从这儿可以跳到这儿，对吧？对，这儿可以。然后呢，从这儿可以跳到哪儿？从这儿是不是可以跳到这儿？啊，可以。从这儿好像是不是这条线可以跳到这儿？这可以吧？这两条线可以跳。那你是怎么不对吧？这不对，因为它不是个直角，对，它不是个直角。这条线是不是能跳这俩？你也好几步。不行，斜的，这是斜的，这是斜的。哦。从这儿跳。直接看他跳这边，往上走，这边不行，这个点呢？欧还是很难跳啊，欧就是，哎，朋友们，这个难道不是真的吗？这个难道不是吗？这个可以，这个和这个难道不是吗？是，可以了，是，他到西市了是吧？西市到西市了。对，烦死了这。来吧，让我们再看看嘉哥能从哪儿过去。李去心，然后李再去甄那儿。对，然后就跟着我那跳呗。对，跟着他就跳嘛。哦，都进来了。太好了，就喜欢这样的节目。
多好啊！你看看全进来了，精彩。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盘一盘，聊一聊杀人动机跟急迫性了？山东籍，谁的山东籍先来？不好了，在西市的井里发现了带血的东西啊！哎呦，走着，在西市的。他说西式的井，这个呀，这上面应该是井吧？那，哎呦，嘿呀！哎，等他们来吧。什么东西？我肯定要等你们来了才开盖啊！快来，来，我开喽！1、2、3。咦，杀人的这个凶器。哎呦喂！弓箭，还有手机、钢丝、铁丝跟刀。这个东西用这个勾那个窗户的是吗？他是用铁丝勾就行，勾完了窗户打开跳过去就行，然后弓箭射死了他，然后用刀剜的心，真狠啊！手机说什么了？手机有什么？来，小满跟我们的合影。备忘录看一眼，这俩是什么字儿？昨天新舞女跟我说，鲸鱼受惊吓会引发异象，并将可以召唤它的红色海螺给了我。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之前，我要独自调查清楚真做的坏事，防止他伤害我的朋友们。4月2号，小蛮，我被他们救了。交谈当中，我才得知我竟然穿越了。更意外的是，他们误以为我是男生。这个身份在古代或许更方便行事。之后，我试图思考回去的方式，却毫无头绪。明明只是想在案件结束之后去看一眼鲸鱼，没想到就穿越到了这里。我一定要想找到回去的办法。这是11月15号他第一天来的时候。那小蛮就是女生，小蛮就是咱们那时代来的呀。期满哦，对，小满其实是7，因为它叫期满分。哦，对，对，啊，就穿越到这儿来了，就是7。我叫期满分，刚刚从国外回来。这早年间呢，我们祖先呢在海上的时候出海救过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呢为了感恩，所以他给了我们这个海珠露。有一次我在海上去采珠的时候，看到了海上有一个人在漂浮，我们就把这个小满给救了。对，有一天他给了我一瓶这个东西，这个叫海珠露，这个东西我们这里没有。啊，7啊，这张画，他发现了这张画已经。来，按照图中直线折叠，重点2点自成通道。折叠时，折叠线上所有的物体将掉入汪洋大海。哦，这张画就是我们那张画吗？这张是真的图嘛？它有折叠的效果，它有法力。哦，懂了。等于那2个地方折叠时，折叠线上所有的物体，所以就是掉入汪洋大海。然每日至多可叠6次，通道每次只能形成1分钟。好，我们根据这个再来盘，回去再去盘。就是要经过稀释的，这要经过稀释的人，还是会排出一些人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也就是说，原本的地图和宝玉，他们能够最后透出的这个秘密，其实就是这个井口折叠的秘密。对折。啊，真呢，它其实就利用了这个折叠的这个洞，而且他一旦知道了折叠这件事情，因为当年的海难是怎么造成的，他为什么要知道它的航线？他要知道他在哪条航线上，他才知道他要去哪2个井口去折叠，因为只要他在中间折叠1次，只要在这条航线上的船就会倾覆。
因为它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引力，所以就是掉入汪洋大海。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岛上有很多的这种渔民和这种船只一直在消失，然后就说海妖作怪。他说他能知道海怪的那个什么行踪啊，什么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听他的。看真岛主在那儿，就是这样一边拍手，然后一边在那默默的念叨，然后海怪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啊，然后紧接着呢，猛虎号就真的在那次出海的时候就遇袭了，无人生还。我决定定期举办海妖供奉仪式，做植海妖传说。海妖性嗜血，尤其爱吃人。吃那膏那事儿也是假的，对不对？那当然。供奉仪式之日，真岛主亲驾船只至海之路于贡台，往往不过1小时，海之路消失。是真拿那个井跳过去拿走的？对。针就收了吗？我们来盘一盘这凶手吧。就是要经过西市的。西的话就你可以来，因为东西可以，东西可以来，欧可以来西。来西。李呢？我可以来西。我也可以。没有西肯定就把河排了，排一个人呢，好累。不，他只能跳6次，你还要跳回去呢。所以说步骤超过3步以上也都可以排了。李首先可以排了，李肯定太远了。1、2、3、4、5，他跳过去就6步了。那是不是看来新其实也能排，新的步数也不够？那不对啊，那你这6步的话，我都不在里边，那我1、2、3、4、5、6、7、8，我8步，欧8步。那就是起码的感受上而言，他起步起码得从西市起步。就是有可能是，就是他在西市蛰伏，然后开跳，他从西市开跳。1、2、3、4、5、6，我可以。1、2、3、4、5、6，欧可以。看西1、2、3、4、5、6、7，新就不行了，那李就更不行了。对，那相当于只有我跟欧。新就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他有可能在他们家猫了1天，也有可能啊。这么有恒心哈。他以前已经做好所有事情，他藏在他柜子里面了。但是巡逻日志是讲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之间，甄家的高墙没有任何外人进入的痕迹的话，他怎么进到甄家的这个井里的？他从早上7点就得进去了。不一定嘛，咱不知道嘛。哎，是不是有人是8号去找过甄？今天上午8号上午有人去找的甄。他没有说没有任何人出入啊，他只是未见可疑情况。那比如他是去送海珠路的话，他进去就不算可疑情况。新的话，他有没有可能8号上午有一个什么原因能进到那里边，并且没有引发什么关注，没有人看到我，对吧？有没有可能是你撒谎？其实你收到革职之后，他其实隐瞒了一个他4月8号去找甄的一个过程，把这个隐瞒了之后，导致他的部署其实是差一步。可以成立，但是问题是我去他家，我能找到什么能让我动了杀心？就是比如说你说被革职，然后你去那儿找他的时候，比如说他革我职，我就要杀他，除非我知道他要杀我。
我不敢保证他是不是知道了真岛主要杀他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线索是发生在李这儿的，而李厨郎甚至都没有告诉他，因为他如果告诉了他，他就不用去给他吃这个泻药，让他不能出门了。而唯一指向这件事情的线索被李拿走了，所以辛是没有任何理由知道真要杀他的。那如果他不知道真要杀他的话，他只是因为会被革职，他要处心积虑布置这么大的一个机关去杀他吗？他的动机没那么强烈，他唯一的点就是小满，有可能是他以为他把小满杀了。我有一个点，就是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我会选择把这个心脏放到祭祀台上吗？如果放到祭祀台上，是不是就默认为我认为这个金鱼它会吃人？但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它不伤人啊！如果我还这么做的话，我不就是认为它伤人吗？它会来吃这个东西？它不会吃人啊。那我把它放到祭祀台上是干嘛？那个是我认为最神圣的地方，是我们家世世代代从事的这个工作。不是在你的根上，那个台子对于你而言一点都不神圣，它是一个你极其讨厌的人在这装神弄鬼糊弄人，觉得说我们要把所有东西献祭在这里，然后海怪吃完之后才不会来骚扰我们。那个地方对于你而言一点都不神圣。对，不，祭祀台是我们会祈福的地方。不是呀，只不过说真每个供台是后建的，供台是后建的，那个供台是1月份真岛主才在那儿。后建的1月份才弄的，但是我是真的会去祭祀祈福的。但是没有那个供奉台纯骗人，那个供奉台并不是一个供奉鲸鱼的地方。就说白了，你在那个东西来在那儿忽悠我们，那你既然一直这么愿意骗人的话，那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放在这儿，你不要骗吗？一种深度的报复。对啊。我有另外一个点，如果小满的话，我去他家的话，我应该会把红海螺拿走，对不对？我觉得合理。对，我不会把红海螺再留在那里，因为指向太明显了，那我就索性拿走就好了。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欣欣到底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真要杀他。对。那么他其实没有理由去杀真，因为他被革职了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可以跟他理论。对，这一点是我对欣欣觉得他有一点点相对来说远一点的原因。我还是更愿意在刘和欧中间来投。OK， 欧的话，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是你？当然不是我，因为我看到了这封信，我只知道他把这些海珠露拿去上供给皇宫里了。那这是我认为很愤怒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的愤怒我不会导致我去杀他。而且我也不是必须要今天就杀他。我可以讲一讲你的杀鸡的原因是，今天上午拿到这封信，知道他把这个东西不是去供奉，而是去给宫里的人、皇宫的人去骗钱和换取他的所谓的重视，这个其实是加重你的杀鸡，你的杀鸡的迫切点在这儿，因为4月8号今天之后，你将被收走所有做这些东西的器材，等于他要垄断这件事情，对对对。而在你心中，这个是可以让与你一样有着辛苦的，而且还非常非常痛苦的养猪娘们拯救他们的一个救命的药。是的，是的。可是连这个东西他都剥夺你的，且你还发现他拿它并不是真的是去在侍奉神灵，那么这个杀机其实很强烈。其实欧在这方面，我还是觉得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觉得我杀真没有意义呀。他可以不准我做，但是我是不是还可以偷偷做？他是要把你的冰柜什么都拿走。这是我发明的呀，东西在我的脑子里，而且我现在在慢慢的开智。对，教我，小满一直在教我怎么做一个更现代的人。那么，我觉得我随时可以开动我的聪明的小脑瓜，重新再发明一个冰箱，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女人。你别忘了，小满写的我是天才，这些东西我可以重新再生产。我为什么迫切今天杀掉他？没有，这是你在昨天会想的，但是今天当你发现他其实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恨，真的会恨。
你们说我水性很好，那么我杀他，我为什么要用剜心？为什么要在他房间？他要随便出海的时候，我去海上把他溺到海里，根本没有人知道是我杀了他。挖心这事现在目前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就没想明白为什么要挖心呢？这个仪式感根本就没有必要做。首先是他通过这个所谓的供奉的仪式感，来欺骗了你，中饱私囊，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来惩戒他，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没有供奉这件事啊。而最好的方法，要么是放上他的头，要么是放上他的心，因为你觉得他没有心。最重要的是，因为今天是一个最后的时间节点，今天过后，你的所有的东西会被收走，然后呢，要过下个月才有这个仪式感，有紧迫性。我想说，我们首先要这样挖心这件事情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对，就是这一定是切肤之痛才能做出这种报复的行动。那我觉得就在欧和刘之间，谁会有这种切肤之痛？两个都有，他更深，对不对？就是说，首先他只不过是暂时不能够把海珠路做下去，对啊。但是呢，问题是真真正正的刘，他是失去了6个生命的。而且从刘的角度来讲，只要他知道了当年他就是用折叠这种方法来伤害了他的6口人这个真相，那他就必杀，必须得杀，是得杀。于我而言，我的6个兄弟去世的其实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没有那么着急，一定要在今天。因为就算过了今天，能怎么样？哦，对，确实，这个是今天没有，他恨是真恨。第3件事情，我有我的杀人方式，但是我的杀人方式其实是想把他的双手砍下来，因为我看他在做这个动作，他其实在祭奉，所以说我杀人方式想砍下双手。第4，我在村里面没有羁绊，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也孤家寡人。但是你还有一个，起码有姐妹们，有姐妹。今天如果欧不杀了他，不光自己要完蛋，和欧一样有一样遭遇的人，可能也要跟欧一起。但是我没有，我孤家寡人，我杀人只为了复仇。第5件事情是我跟这个祭台，的关系基本上等同于0。我不会想到一件事情，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心给挖了放在祭台，这个行为一定非常有仪式感。但那个祭台一直供奉的是海珠路，海珠路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欺骗的事件。你没有心，你骗了我，我觉得可能在我的角度而言，会觉得我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在海边的祭台，跟你制造的风浪以及当年杀害我6个兄弟的事情关联性不大。就起码最后这个仪式感的东西，我费这么大劲把它放在祭台上，对于我而言的合理性不强吧？对，我觉得放在祭台上也未必是一个你特定想要的地方。一定是因为我费了那么大劲，因为我还要来回走这6次，包括我要研究这个对角线，我要费很大劲把它放上去，那一定是我一定要把它放上去。对，这个确实。没有，我觉得呢，首先啊，你跟这个祭台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祭祀的仪式是为了让我们用海珠路去哄好海妖，然后让它不再伤人，所以对你来说，这个祭祀的仪式和这个供台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你知道了这个折叠的事情，你知道了所有都是真的谎言的话，你会知道所谓的那个供台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人啊！而且为什么你一定要让真的心出现在那个位置？因为你的家人就是在这条折叠线上失去了生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跟欧差不太多，甚至你更甚。你刚刚说你在这里孤家寡人，我觉得不是，
因为家人离去了，不代表他们就与你无关，反而他们更是你的深深的羁绊。而且，如果你知道是通过折叠害死你的家人，你一定会用这种方法把真的心放在那儿。这一点反而对于共台来讲，你是更需要这个仪式感。我还要就是反驳你一点，就是时间点这个问题依然是一样的。当然每一天你们都可以杀他，真可以欧可以到海里去闷死他，你甚至也可以用别的方法去怎么样，或者直接捅他都 OK。但是今天是祭祀的日子，今天是供养仪式的日子。供养仪式这个词对于你们两个都是深深的痛，他是因为贡品，你是因为所谓的可以保护家人这个谎言。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都是你们，不管你们俩都是必须要动手的日子。我觉得我觉得而且村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心摆在祭台上，是吧？对，就是看他们俩谁更希望把心挖出来放在那。当然可以说我的这个仇恨会更高，因为我家死了人了，就是特别像是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去反抗的人。对，但是一个当年的痛和一个长时间几代人的折磨，我是因为当年我确实我家人我一直以为是海怪杀了他，我也追着海怪满世界跑，现在我知道你是真凶，我对你的恨当然会一下窜起来，但是还是说你其实你作为一个岛主，对于我们一群人的长时间的折磨，希望一点点被拿走的这个恨会更深。我再说一个我的思考，凶手并不是想让大家觉得真的是他在动手，他为什么处心积虑要把它放到供台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想要让大家以为是海妖在动手。成立。他心中可以不信这件事，但是他要把它推到海妖身上，至少他暂时要推到海妖的身上，他才利用这个仪式感。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只有两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我觉得欧他不可能用死的方式来做这个抗争，因为他失去的是一样东西嘛，他其实还可以再造。所以呢，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我会觉得刘船长会更强一点，因为当时他的亲人就是被假作是鱼干的，然后被吃了，这么走的。所以那好，我就用强烈的仪式感和同样的手法，让别人觉得你也是被鱼杀了，来还你。就是我首先第一，我对船长的一部分仇恨，其实肯定是首先凌驾于就是架在这个海怪之上的。我之前肯定就觉得海怪是真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还是我一直想讲的，这是我一直说我为什么不急迫，是因为起码我没有一个被逼到这个说今天过了今天你就一定会出事儿的一个情况。欧式的点是在于过了今天这场之后，你把所有的生产资料跟生产东西全部交给我，你不要再管这东西了，接着采猪去吧。过了今天，可能你也确实就没有机会再拿回来了。就这个点对于我而言是这样。这个东西是生长在我的身里，这是我研究出来的。但是你是靠那个菌群啊，你是靠给你那个菌群啊。而且你那个冰柜，你如果说这个东西很好生产的话，你一次只能做30罐吗？对呀。就是你这个东西肯定还是在我的点上，你一定的迫切性是比我强的。而且你有我不这么认为。而且你不干掉真岛主的话，你在岛上重新在真岛主已经开始。我可以不在这干呢。我既然有这个手艺，早就走了。不在这干了，那不是今天他才让我走的吗？今天才来逼迫我的。但是你要走的话，你要带着所有的跟你一起生产的这些人一起走。不，我如果要走的话，我就说姐妹们，我们不采猪了，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存方式了，我们可以卖给皇宫了。那我为什么不走呢？但是你卖给皇宫的话，也需要把真岛主干掉才可以卖给皇宫。我干掉他干嘛？我都不惜得他的命。我们整个带着整个岛的那个财政但是确实对于我们的故事而言，所有的凶手都可以以这样的一个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急迫，它的急迫性没有那么强，并且弯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做不到。啊，是我做不到。就是先用弓弩，然后再用铁丝，再用弯心。我作为一个采珠女，我直接就把它拉海里。我告诉你，你跟所有的珍珠一样，石沉大海，你都不知道是谁杀的，你们都不会知道是我动的手。我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工具，跳那么多的跳板，非得这么杀？我觉得我没有必须要动手，这不是我必须要动手的日子，因为我是斗不过他的。我只是一个采珠娘，他是一个真岛主，我不需要在今天一个那么大场面祭祀的时候就跟他硬碰硬，因为我肯定是扛不过他的。但你是越可能在今天这个日子这样的行为动手，才得手性会更高。因为你在平时，你如果说你是一个采珠娘，在平时一个完全不搭嘎的日子里边，不是一个这样有宵禁的日子里边，你的动手当然作为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动手，当然会更麻烦。你说我不麻烦，因为他有单独的机会出海的时候，我是有更大的机会的。但是我的人设非常完整的是，我的人设纯莽夫。我面对一个杀我6个兄弟的仇人的话，弓箭太过优雅。但我就是极其残忍的手段，我觉得更像是出自一介莽夫之手。就是说，反正我要为我自家的6个兄弟报仇。我6个兄弟报仇，我6个兄弟完全是失踪溺海、失踪身亡的。对啊，我拿一个小弓箭，就跟你遇见一个仇人，你是想先打头还是先打腿？我如果手枪里边有10发子弹，我一定是最后一发子弹打死他。但是放在祭祀台这个事儿呢，又非常像欧的手笔。还有一个事情是，这个凶手他一定进过真的房间，看到这个手机，对，这是一定的。但是从我的已知的信息里边，起码在4月7号当天，我是没有进到真的房间里边的，对吧？因为4月7号当天我是在外面，我听到他在里边做祭祀，他在里边做祭祀的情况下，我肯定不可能进去。是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关键。那个手机如果不打开，根本发现不了折叠这事儿。对，就是折叠这件事儿，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手机如果没有打开过，是根本不知道那个。对，就是谁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手机是被在真的房间被拿走的。对，凶手他是通过这个知道了这个秘密，对不对？那么谁知道用这个手机？因为真也拿到这个手机，他搞不开。厉害！因为我们谁接触过这个手机？不是，或者说谁跟小满的羁绊更深？对，就是这个。他不一定需要跟小满有羁绊呢，他需要跟小满熟。他只要需要有一个机会让他知道这个手机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有关系。我是觉得女生的嫌疑比较大。哎呀，好可惜呀！这5个都在这照片里，都知道这个。对，都在，是给我们5人都说了让我们拍茄子吗？好，那我先去投了。哦，那想想，我真没想明白，我一路走一面想吧，好吧？很精彩。我来投票啦！今天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动线，因为这个岛有一个折叠传送功能。那么因为这个线路的问题，排除了李厨郎，而仙巫女呢，她只是被革职了。我觉得她杀机没那么强烈，所以最后我就缩圈到了欧珠娘和刘船长。我认为今天刘船长的杀机是会更重的。他首先家里有6条人命在真的身上，在他今天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谎言了以后，他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今天做的这个非常残暴的杀人方式，我认为是成立的。那所以我今天就会投给他，就是你，休想跑。何书生说
手机那件事儿深得我心，他得看见手机上能折叠，他才能知道一切的真相。用手机，所以他更有可能知道那个手机是怎么用的。所以，从紧迫性跟仇恨感来说，欧8号是一个最后的期限，真会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个海珠膏去换自己的高官俸禄，所以对他来讲，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和摧毁。我觉得刘他也有很深的仇恨，他的兄弟呢都被这种方式所牺牲了。我今天还是把票先投给其实我玩到第一次搜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整个就是一个女性崛起的一个反抗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是觉得2个女生的嫌疑比较大。如果排除了新巫女的话，我把这一票投给欧洲女。吴姐呀，不好意思了呀。来吧，公布结果吧！天哪！今天好精彩！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11季第8案中，谁是杀害真岛主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哎呦天！你作为侦探就没事儿，来个士气来。获得0票的玩家有何书生、李楚朗、新巫女。有人0票逃脱吗？那就精彩了。哦，厉害！欧珠娘和刘船长互投了对方。然后呢？新巫女投给。其实他们2个的动机呢，我觉得都有。对于刘来说，我觉得他的紧迫性显然是没有欧强烈的。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仪式感来讲，祭祀台上放的是诸女们用生命、用心血、用自己的健康换来的这个东西，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是一个笑话。当他被揭开的瞬间，作为当事人，他是应该无比崩溃的。选择报复的手段，当然是把最恶心的东西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从仪式感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欧也是大于刘的，所以综上还是把票先投给欧珠娘。欧珠娘，李楚朗投给欧珠娘。你转过来面对我。何书生投给刘船长，他说他只是在外面看见了真在做这样的动作，其实他就是在折叠嘛，他觉得他在做法术，结果真的就有人就坠海就消失了，因为他家里人就是这么走的，他就完全不再继续去探寻了嘛。我觉得他应该隐瞒了一次他去甄家的行动线，他非常有可能会得知了这个小满的手机里面的秘密，知道了折叠的这种使用方法。其实从急迫性上来判断，欧洲娘被剥夺的是一个制作海珠露的权利。相比刘船长的灭门的恨来说，我觉得刘船长的这个仇恨会更深。而且他采用的这个仪式感呢，就是好像是海妖在做吃人的这个动作，就是他全家人是怎么离开的这个谎言是有仪式感的。那么我今天想要把这票投给刘船长。刘船长，大梦想投给欧那儿又学会什么电冰箱了什么的，还给他贴了一个那样电冰箱的一个条，就是感觉很现代。能够跟小满更熟的应该是欧，所以是不是现在的东西小满已经跟欧分享很多了，所以他更有可能知道那个手机是怎么用的。
但是感觉我能叠加起来的原因只有欧越来越多，所以我只能投给欧了。欧猪娘4票，请进铁炉。你们会后悔的。谢谢，对，谢谢，是后悔了，是你是吧？谢谢，完了，谢谢，完了。谢谢，又轮欧上了。大老师，你又把我便宜死了。大老师，你又把我便宜。大老师，你骗我们了。来，请宣布。欧猪娘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哎，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欧猪娘。成功，好，成功了。下回直接不能投你了，因为最终终于不是你了。我们投对了是吗？哦，只有我投错了。我最后3搜找着这个了，这是啥呀？欧姐呀，不好意思了呀，我在欧姐房间3搜，找到了真岛主房间遗失的那个真的仙图。哎，所以这个关键性证据是什么？就是真正的那个图在他那儿。这个血是什么血啊？是真的心血。啊，心里的血，心里的血，心里的血。好吧，来吧，请陈小宝送上徽章，祝贺你们！祝贺！开心吗？开心！是啥呀？就他一个人投出。今天只有何书生，咸鱼而生的人是个大笨蛋。不。何书生说了一个最关键的，让我们后边都非常坚定。祝贺！就是手机那个。我今天推理还可以，只有结果不对。非常可以，谢谢。而且你推的非常的，让我们 get 到了点。哦，谢谢这小宝 ，love you。谢谢小宝，好，拜拜。好嘞，行。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感谢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小不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谢谢各位，谢谢。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梦想，因为你是穿越来的嘛，对，现在我们这边的案情也已经水落石出了，是。那您是想留在我们这儿跟我们再玩会儿，还是想回去呢？我觉得还是我真的很想留下来，但是我回去解决问题。行，那走上我们家吃饭去。好嘞，走，要吃海鲜了。辛苦了，去吧，你干得好，干得漂亮，拜拜，好，再见了，拜拜。大白话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七齐思军。今天邀请到我们几位老朋友，首先欢迎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段黄法官，欢迎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沈老师，大家好。本期合议庭我们将会关注女性互助、创新成果保护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芒朝南海边陲的望潮屿上，一场海妖供奉仪式掀起了波澜。
欧珠娘因为真岛主的长期欺诈，祸害采珠女群体，还侵占自己的创新成果，最终精心策划实施了杀人行为，真岛主惨死。所以先请法官为本案的凶手欧珠娘定罪量刑。欧珠娘她为了维护自身以及采珠女的合法权益，报复岛主的长期的一个不法的行为，精心策划了这场谋杀。她的行为呢是符合我们国家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罪它的量刑幅度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说它是一个事出有因型的杀人犯罪，它并不是为了无端的报复社会，对吧？它是因为这个岛主的长期的不法的行为。同时呢，在这个案件中，被害人岛主他是有着明显的重大过错，有长期的不法行为，所以这一切呢，在我们对他的量刑中都会酌情予以考虑的。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了欧珠娘、新巫女小满之间彼此都互相帮助，制作生产海珠露，创办民间学堂，共同来对抗在岛上遇到的不公的境遇，展现了女性互助的精神力量。在女性互助的发展过程当中，不仅有社会大众的自发的支持，当然还少不了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也请法官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国家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呢，是一个全方位的，它是以宪法为根本，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核心的一个全方位的保护。我们国家宪法规定呢，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那个年代宪法修订的时候提出来是非常先进的，这也确定了我们国家这个男女平等的意识相对来说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从我们的各个法律呢，其实都对女性权益有一个保护。比如说刑法中，我们对性侵类的犯罪、拐卖类的犯罪，它是对妇女权益的一种保障。当然，我们还有劳动法对女性这个平等劳动权益的保障，以及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比如说女性4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它是有一定的特殊的保护。那么你在特定的时候不能从事禁忌的劳动。女性怀孕不光是女性自己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法律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是比较全面的。同时，我们还有一部值得提的反家庭暴力法。这部法律我们没有说只有保障这个女性受到家暴的一个情形，当然也包括男性啊。但是确实这部法律从制度上、从机构设置上、从各方面，它都规定了说我们这个妇女群体呀、民众群体呀，要为这些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帮扶，助她们早日脱离自身的困境。再看回到本案当中，除了刚刚我们在聊到的这个女性互助的话题之外，欧珠娘还发明了可量产海珠露的保温缸之后，真岛主呢强行霸占了保温缸的使用权。而从法律层面，如何来看待真岛主侵占欧珠娘发明成果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一方如果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侵权行为啊。那么受欺诈胁迫方他是有权请求撤销的，就是可以通过诉讼手段请求法院来撤销这么一个受欺诈胁迫而被迫做出的这么一个转让行为。我们从这个案子里来看呢，真岛主通过胁迫的方式强迫占有了欧珠娘的发明专利，实际上是侵占了欧珠娘独创的技术成果和设备。它的本质就是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侵占他人智力成果与财产利益，具有明显的一个违法性。真岛主呢，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技术成果、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这么一系列的民事责任。本案当中，欧珠娘发明了这种保温缸的创新成果，却因为自身缺乏保护意识，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也没有便捷的确权渠道，最终导致了成果被真岛主轻易的侵占。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民间的创新者，尤其是基层的普通劳动者，也会面临着创新成果保护方面的困境。那么他们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在本案中啊，欧珠娘研发的保温缸属于一个技术发明，这是创新成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支。我们讲要鼓励发明创造，显然这个欧珠娘就是我们说鼓励发明创造的这么一种体现形式。那么现实中呢，民间创新者在研发完成以后，首先要根据成果类型及时向国家专利局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比如技术发明它是可以申请专利的，而独创的产品名称、包装是可以申请商标的。那么如果是创意文案这种，是可以申请进行一个著作权的登记。
本案中呢，如果欧珠娘选择为保温缸申请技术专利，那么首先就要满足什么呢？我们讲专利有那么3个特性，一个是新颖性，第2个是创造性，第3个是实用性，要满足这些要求。同时呢，要把保温缸的核心技术，比如说保温层的材质配比呀、缸体的密封结构啊，以及控温的核心原理这些内容，要清晰完整的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技术方案，经审查授权后，就能够获得呢法律授予的独占实施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已经完成了申请申报，从此以后呢，任何人未经欧珠娘的许可是不能使用这项技术专利的。当然了，我们讲为了促进我们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迭代，同时也避免技术的固步自封，我们对专利权的保护呢，它是有期限的，就是实用新型的专利呢是10年，发明专利是20年。比如说我们这个案子里边的欧珠娘，它因为是发明专利，那么它的受保护的期限呢就是20年。当然授权以后啊，欧珠娘还要按年要缴纳保护年费。期满以后呢，这项技术呢就会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呢，欧珠娘他就想，我如果是把这个专利公布了，那有可能造成技术外泄，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它可以什么呢？把这项制作技术作为一种商业秘密保护，就不需要向任何行政机关申请登记公开技术内容。只要这项技术本身处于未公开的状态，同时呢，欧珠娘本人要对这项技术采取合理的尽职的保护措施比如说他只让核心参与这些采珠女知悉，以及和接触这些技术的人约定，最好是要签订保密协议书，对制作工序采取闭门封闭式的操作。从技术形成并且欧珠娘开始采取保密措施起，这项技术就自然获得保护，它就是作为一种商业秘密来保护。这种保护是没有法定的期限限制，只要欧珠娘本人一直能够做到，这个技术不外泄，没有被他人知悉，它就一直受到保护，也不存在这个年费这样的说法。我们这里边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可口可乐的配方它没有申请专利，可口可乐到现在也有100多年的时间了吧？那么到现在的话，它一直是作为一项商业秘密来受到保护的，就在于可口可乐公司采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我们回到这个案子本身，欧珠娘应当如何选择？核心呢是要结合成果的技术特点，以及他本人就作为创新者的实际情况来认定。像在本案当中，欧珠娘这样的民间创新，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比比皆是。那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民间创新技术发展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新的这种研究里面，可能更要注重这种民间的智慧、技术的发展，这些创新才是真正让我们有更好的美好生活的享受。我们当下呢，正处在一个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我觉得像 AI 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所以技术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新的社会议题。比如说 AI 的伦理的议题这个技术的边界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的把控对于我们怎么去享受技术发展的红利同时又能规避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这种社会秩序的混乱，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历史的发展更多的是由技术的进步，包括制度的创新来推动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个这样的发明创造者，一个个普通的个体来推动历史前进。是的，就是看到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浪潮当中，你要看到它每个个体其实发挥出来的巨大的作用。本期案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即便在封闭偏远的望潮屿上面，人们的温情和智慧呢，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辉。无论是对于女性权益保障的呼吁，还是对于民间创新保护的号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当中成就自己人生的价值。那再次谢谢3位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析与解读。大侦探合议庭，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故事的背景本身它还是一个偏古代，然后偏封闭式和封建式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感受到希望的火苗开始跳跃的时候，那其实那一刻所有的意识都会觉醒。小满是非常有能量的一位女性，
他办了这个 Underground 这个学堂，激励了很多人愿意再次思考，并不是只是听从真岛主的这个命令，他们都愿意更像做自己。他虽然自己的命运是好像是跟着这个年代的人的就是既定的这个思路在走，但是当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他没有被固有的思考来禁锢。所以呢，在他心中其实是觉得男人和女人都有平等的求知权，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我觉得何书生这一点特别棒。这次的角色是一个很善良又聪明，同时又很有勇气、很勇敢的一个女生。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家里的祖祖辈辈受过的苦难，能在她这里有一个结局，有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很欣慰的。它像是一个女性互助的一个故事，她们是比较封闭的、封建的，然后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小满的穿越是给女性崛起、女性她们了解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态度，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一集就是大家都挺欣欣向荣的，即使被生活压迫，但是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很努力的在生活，就是大家只要看见一丝希望，反而他们在仅有的选择里抓住那些选择，而去为一点光而过得很快乐。在一个封建的时代，我们从小被规训的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然后就做一些很辛苦的体力劳动。在现在的社会，我们一直在倡导人人平等，大家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去丰富自己的世界，能争取到自己内心平衡的秩序，是一件非常幸运，也是一件难得可贵的事情。还是要勇敢，还是要就是想到什么事情就去做。你觉得你选择的是对的，我们也是力挺他、支持他。遇到一些新的思想的时候，首先不要无视它，不要假装跟我没关系，或者我不懂我就不在乎，也不要反感它，因为有可能那个是将来也许会成为主流，或者也许将来会给很多人带来帮助的。多去了解，我觉得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进步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是可以有批判性思维，并不是说别人告诉你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关键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然后我们都可以再次塑造的。采珠女确实这个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啊，可能不是被特别多人关注到，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每天要面对极大的紫外线的日晒和这个很高盐的海水的侵蚀，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还有极大的生命危险。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一群女性，然后并且给她们极高的尊重。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腾密室、长腾鬼笑、异次元密室。法则。